14英寸 1TB 存储空间 M1 Pro 10核 CPU 16核 GPU 外加 32GB 内存，这是我下单的2021全新 MacBook Pro 的配置。我是小天，欢迎回来。我自己其实一直在等待2021全新 MacBook Pro 的发布，因为我现在最常用的笔记本还是一台2011年11寸的 MacBook Air， 这下终于是等到了。今天我分别会从屏幕尺寸、硬盘空间、处理器和内存4个方面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的配置选择思路。先从最直观的屏幕尺寸开始，其实我个人这一次一直都是坚定不移的准备选择14英寸的，特别是在发布会上看到了这次屏幕的边框会变得更窄，实际的显示效果会变得更大的情况。先说一下这一台笔记本对于我的使用场景，作为一个上班族，公司呢已经给我配了一台工作时使用的电脑，所以这台电脑纯粹是拿来剪辑视频或者处理一些比较私人的事务。那选择14英寸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在家里我已经有了一台27英寸的 iMac 作为剪辑视频的主力，对于 MacBook 我更多的时候是打算在外出的时候使用。现在疫情呢也渐渐好转，整个城市也准备放开了，所以以后如果有机会出外景的话，那我就能够有一台设备可以直接查看拍摄好的素材，如果素材不满意，我就可以马上就地重拍。再或者如果有机会出去旅游，我也终于有一台笔记本可以在宾馆和酒店的时候做剪辑和上传视频了。我现在也在读一门和自己工作内容相关的网课，等图书馆重新开放后，我也可以背着它去图书馆学习。除了以上在重量上的考虑，第二个原因也是因为我也有一台戴尔 U2720Q 的显示器，如果有时候在家里遇到了 Emma 和我同时都需要 iMac 这样一个大屏幕的时候，那我就可以接上这台27英寸的显示器。尽管 U2720Q 的色准稍有不及 iMac 的 5K 屏幕，但整体的使用效果和方便程度还是不错。硬盘方面，我选择加1500元人民币上到 1TB， 因为剪辑视频的需求我自己个人的经验，512GB 的硬盘空间应该是不那么够用的。我现在常常就一个视频的素材就几乎要占满 iMac 1TB 的所有空间了。基本上每次剪完和上传完一个视频，我都需要马上把素材整理掉，这样电脑才会有空间给下一个视频。尽管这次在 MacBook 上选择 1TB， 也并不会让我有额外的空间来存储一些素材，但是对我来说，至少可以避免掉连着移动硬盘来剪片子的情况。连着移动硬盘也没什么不好，但是多少也会影响一些剪辑的速度，而且连着一个移动硬盘到处走的话，也确实是有点影响笔记本的便携性。所以我个人觉得上 1TB 还是一个比较重要的选择。但是如果想把硬盘再往上加的话，那就太贵了，毕竟作为一个普通的消费者，我没法把自己想要的配置全都拉满。1TB 想要再往上升级的钱，我觉得其实拿来购买外接的移动硬盘是一个更划算的考虑。毕竟三星 T7 1TB 也只要1000块，把 MacBook Pro 从 1TB 加到2TB 的钱足够买3个三星 T7 了。接下来就是重点的处理器和内存的选择。这次苹果在处理器和内存上给了大家太多的选择，特别是处理器有5个不同的版本，再加上内存的3个选择，我相信大家肯定头都大了。在我解释自己选择的处理器和内存的原因之前，我想先给大家解释一个概念，为什么苹果在发布会时说的10核和16核的 M1 Pro 芯片，在实际购买的时候却有残血版和满血版呢？这是因为在芯片的生产过程中，难免会出现一些残次品。苹果为了降低生产的成本，就把10核 CPU 中损坏了1个或者2个的，以及16核 GPU 中损坏了1个或者2个的，干脆统一就把坏的核心给关停掉，然后打折卖给用户。24核 GPU 的 M1 Max 芯片也是同样的道理。作为我自己的选择，我购买的是10核 CPU 加16核 GPU 的满血版 M1 Pro。选择的理由，一是因为既然我已经决定购买一台新设备了，我还是比较希望能够在性能上有一个完整的体验。毕竟苹果自己在发布会时公布的那些数据也都是基于在满血版的配置上的。另一方面，我刚刚自己也提到，这一台设备的主要任务会是剪辑视频，加上一小部分的日常任务处理。对于日常任务，无论上哪款 CPU 肯定都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在 GPU 的选择上，我自己是多考虑了一下。尽管在目前的状况，我视频的素材无论是在数量还是在大小上，基础版的 GPU 我相信也是完全没有问题。但是这次购买这台设备，我是做好了准备使用很长一段时间的打算的，所以想的是在 GPU 上还是要为未来做一点考量，所以选择了这次10加16的组合。内存选择的理由也是一样，其实16GB 就肯定足够应付99%的情况了。特别这一次苹果的统一内存使用的还是 DDR5，但是为了将来能够多用几年，也是为了让自己更安心，我还是咬咬牙给上了32GB。作为一个科技爱好者，其实在选择配置的时候，我是有一点私心的。
在最终选择的配置上，其实是要略高于我自己的实际需求的。但是这也是想满足我自己对于体验新技术的好奇心。我想说明的是，关于处理器和内存的选择，我是根据自己一些非常浅薄的经验，以及过往一些博主对于 M1 芯片和内存搭配的测评做出的完全主观的判断。如果各位小伙伴有任何更好的建议或者不同的看法，都非常欢迎留言和弹幕讨论。如果你想入手第一批的机器，作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那肯定是要承担一些风险的，比如说到手后发现机器性能过剩或者是性能不足，但是我觉得性能不足的情况应该有点低。如果想最科学最精确的买到合适自己的机器，我建议还是可以多等待一段时间，等到各位博主们拿到机器做出测评了，多看一些这类视频，然后选择最合适自己的机器。我也打算制作一期完整版的2021下半年 MacBook 系列的购买指南，如果大家想看到，欢迎留言和一键三连告诉我。如果觉得我的视频还有点意思，也记得订阅我的频道。我是小天，一个普通的消费者、上班族和科技爱好者，我们下个视频再见，拜拜。